长眼的惊到了车。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卷宗上不是说，这云溪县是每年要赈灾银30万两，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吗？瞎嚷嚷什么？又没拦你。你那破车不会走路，别怪我。你可知道，这车坐的是谁？管他坐的是玉皇大帝，外乡来的吧？没见过水泥路，第一次走颠2下，正常。水泥路？什么是水泥？哎呦，老张又来一个没见过水泥的，今年第几个了？第9个。老爷，卷宗不是说这县穷得快死人了吗？穷得快死人的县，铺得起整条水泥大道。进城别打听县太爷啊。为何？问的人太多，烦。你们这些外乡的，一进城就逮着人问，你们县太爷是不是神仙？他不是神仙，他就是个种地的。行了行了，挡道了，挪开。刘福，朕来之前备好了看易子而食，看祭票遍地，唯独没备好，被一条鹿和一个泥腿子扇2个耳光。走，进城，朕倒看看这水有多深。云栖县3年免费蒙学告示，凡6岁以上孩童入学不取分文，管1顿午饭。啥？管午饭？读书还倒贴饭？不然呢？孩子饿着肚子怎么念书？你们那地方难道还让娃娃饿着上学？让，还得交书分。那地方的官儿真够缺德的。刘福，我们走。是。难道是精盐？细、纯、咸，宫里御膳房层层提存，才得一点的上等精盐，都没有这些好。这盐怎么卖？2文1斤，旁边红的是糖，3文。啊，2文？京城粗盐不仅黑黄，还掺着沙，都要30、40文1斤。盐铁可是朝廷命脉。这么白的盐2文钱，你不怕官府查你私盐？私盐？乡下来的吧？盐就是给人吃的，本该家家买得起。看你人模狗样，连盐都不懂。买不买？不买别捏脏我的。大娘，你们县去年饿死多少人？饿死人？客官，你睁眼看看，我们县3年来，别说饿死人，要饭的你都找不着一个。为何找不着？谁家揭不开锅，去县衙登个记，先借粮，开春还，不要利钱。不要利钱？放利钱逼死人的那叫阎王，不叫县太爷。户部卷宗，这县写的什么？地疫民贫，辽民遍地，饿殍遍野，每年向朝廷请赈灾银30万两。30万两，一个造精盐铺水泥，白给百姓理想喝水读书，3年不饿死人的县，在朕的卷宗里，是每年要赈30万两的人间地狱。那银子年年进了谁的口袋？客官，这都算啥？你要去城东瞧瞧我们县太爷种的地，知道1亩打多少粮？当场吓晕给你看。1亩打多少？300斤，那也就比玉田好些。300斤，客官是1200斤。放屁！名产1000斤，绝无可能。玉田最好的年径才300斤，你骗鬼！哎呦，又一个！城里来的就是没见识。客官，你这反应
跟上个月那个自称京城来的大官儿一模一样。我们县太爷教的，化肥、良种、水渠，缺一不可。你懂化肥吗？化肥是何物？不懂吧？不懂就别在这儿放屁，说绝无可能。走，老汉带你去地里开开眼，免得你回了京城，还以为天底下的地都只长300斤。老汉说，上个月也来过一个京城的大官。什么大官？哎，客官，哎，地里这点还不算啥。等你看见我们县太爷点石成金的玻璃坊，保管你当场跪下喊神仙。看傻了吧？这才哪儿到哪儿。老李又领着外乡人来开眼，可不，这位还说亩产千金是放屁呢。放屁！后生，你过来。老人家，我自幼读农书，通宵农桑，玉田最好年景300斤，已是天恩。1亩1200，除非地里埋了神仙。神仙没有，化肥有。化肥又是何物？你看这苗，庄稼跟人一样，光喝水不吃饭，能长壮。化肥就是给庄稼吃的饭，我们县太爷带人烧出来的，1亩地撒几十斤，苗就这么蹿。一派胡言！粪肥朕是知道的，何曾听过什么化肥？那后生，你说玉田为啥才300斤？地力有限，岁有风寒，这是天理，此乃天定。放屁！是你们不会种。良种、化肥、水渠3样，种子要选最壮的留，年年挑。肥要喂足，水要旱涝都保得住。3样齐了，1亩1200，平常事儿。你们那玉田伺候皇帝老儿的地吧？守着一群只会念书的官，连水渠都不会修，能打300斤，我都替你们脸红。你这是在骂谁了？我就事论事。那皇帝老儿吃的粮，亩产还不如我们乡下，这是我编的？那你难道道荒？我。是真的，亩产1200斤，是真的。读了40年圣贤书，自诩通晓农桑。后生，愣啥呢？敢问这化肥、良种、水渠之法，可曾上报朝廷？这等利国利民之策，朝廷若推行天下，上报朝廷。后生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？3年前，朝廷把我们县一笔勾销了，卷宗上写我们恶殍遍野，不闻不问。我们县太爷上的折子，一封都没回过。既然朝廷当我们死了，那我们活我们的，凭啥还把命根子白送上去？朝廷把人当死了，人却活成了神仙。老李，快领人回去！老李，快领人回去！县老爷要查那个上月来的京城大官，正满县抓人呢。京城大官抓到了！嘘，别问。那人不是好东西，冒充商妇，想偷我们县太爷的方子，还想烧了化肥铺，被当场逮了。现在人在哪儿？在牢里，等着你们那位真皇帝来认人呢。刘福，你瞧见乞丐没有？没有，老爷，奴才走了一整天，一个要饭的都没瞧见。老人家，瞧病花了多少钱？瞧病不要钱啊，县太爷开的医馆，看诊抓药，穷人全免。
我这把老骨头要搁3年前早死8回了。不要钱。澡堂，站住！买票3文1位。洗澡还要钱？废话，烧水不要柴，扫地不要人，一到这水自己会热啊！我堂堂，我就洗个澡，洗澡就给钱。瞧你这穷酸样，不会3文钱都掏不出来吧？掏不出来就别洗，脏死！别熏着我这干净地儿。老爷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给钱，洗洗。进去吧。刘福，你看那门，奴才看见了，都不锁。老丈，这家家不锁门，不怕遭贼。贼？客官，我们县3年没遭过一回贼了。为何？家家有饭吃，户户有活干，谁去当贼？县太爷说：“仓临时而知礼节，肚子饱了，人心就正了。”仓临时而知礼节。客官，明儿一早您要是没事儿，去县衙瞧瞧热闹。何事热闹？那个偷方子、烧化肥旁的京城来的大官，县太爷要当众审他。听说那人后台硬得很，张口闭口我是替宫里贵人办事的。宫里贵人？可不，咱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反正在我们云溪县，甭管你是宫里的、京城的，还是天上的，犯了法，县太爷照审不误，这就是我们云溪县的规矩。刘福，奴才在。明日一早去县衙，朕要亲眼看看是谁在朕的眼皮子底下伸了这么长的手。还有那位云溪县令，朕也该会会他了。老爷，那明日先去驿馆歇下。就是这儿了。老爷，这么多人，那县太爷真敢当众审？你忘了，犯法照审不误。听说那人后台硬得很，张口闭口宫里贵人的。京城来的一流。范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官是替宫里贵人办事的，你审我，你审得起吗？这方子，宫里那位志在必得，你乖乖交出来，本官保你升官。说完了。来人，把他偷方子、夜烧化肥厂伤了3个工人的供词念给为官的乡亲听。范伟，你敢动我，宫里贵人不会放过你。你口口声声宫里贵人，我倒想问问，是哪位贵人会派你来一个饿殍遍野的废县，偷一个穷县令的方子？既然云溪县穷得饿死人，方子能值几个钱？犯得着你这么个大官亲自跑一趟，还要烧碰伤人？要么是有人早知道云溪县根本不穷，富得流油；要么是有人瞒着当今圣上，把这县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，既要骗朝廷的赈灾银，又要抢我云溪的方子，你说是哪一种？你血口喷人！我要见皇帝，我要面圣！皇帝知道了，头一个砍你的头！面圣？行啊，你既是替宫里贵人办事，想必识得圣言。那本官问你，当今圣上可知道云溪县3年没饿死过一个人？圣上可知道每年30万两灾银根本没到过云溪百姓手上一文？圣上可知道有人借着他的名头，在他眼皮底下
把一个副县报成死县。我看当今圣上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坐在那金銮殿上，被你们这群人捂住眼塞住耳，他以为他的天下海晏和庆，其实早就被你们啃得只剩骨头了。这位客官也是京城来的？路过。路过？那本官问你一句，你可知道盐几文钱一斤？2文。那你可知道京城的百姓盐吃几文一斤？看吧，又一个京城来的体面人，穿得人模狗样，连百姓吃不吃得上盐都不知道。我见过太多你们这种人了，身居高位，锦衣玉食，张口闭口社稷苍生，可你们这辈子没饿过一顿，没扛过一锄，连1斤盐多钱都说不出。凭什么坐在百姓头上？客官没话说了，那就站一边看着，本官还要审案。来人，把这宫里贵人的狗腿子先打20板，收监。供词与赃证封档存证，留着。等哪天真有那么一位宫里贵人亲自来了，本官当面呈给他看。悲哀啊！范伟口中被捂住眼塞住耳的皇帝，那个连1斤盐多少钱都不知道的体面人，那个迟早要来人的宫里贵人，说的都是真。这个范伟有意思。这是什么？肥皂啊，洗手、洗澡、洗衣裳，去油去污，一块顶一盆皂角。全县都用？全县都用。县太爷说了，病从口入，也从手入。饭前便后要洗手，洗了手才不闹肚子。我们县3年没发过一次瘟疫，全靠它。站住！洗手、消毒、换工作服才能进。我就看一眼，何必这么麻烦？不行，县太爷立的规矩，进灶房、进医院、进做吃食的坊，都得先洗手。你身上不知沾了多少脏东西，万一带进病菌，坏了一整锅料，谁担得起？看不见的脏东西，就藏在你这双手上。你以为干净，其实脏得很。县太爷说，人10有89的病，都是这双没洗的手吃进肚子里的。放肆！你可知道这位是？我管他是谁，是皇帝来了也得先洗手，不洗手门都别想进。洗。老爷，他说的对，这还差不多，这还差不多，换上进去吧。看你这样子，在你们老家怕是从来没洗过手吧？是，从来没有。瞧，京城来的体面人连手都不会洗，也就我们县太爷有耐心管你们这些大老粗讲卫生。刘福，陆才才，你说朕的太医院养着300多个太医，每年10亿以来，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，而这里一个种地的县令，用一块肥皂，一句饭前便后要洗手，就让全县3年不生疫病。这个范围，他脑子里装的东西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不好了！知府大人带着兵把县衙围了，说范县令私造军器，聚众谋反，要拿他下狱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是。范伟，有人举报你私造军器，聚众操练，图谋不轨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不束手就擒，跟本府回府城受审。私造军器，大人，
我云溪县3年没向朝廷要过一兵一卒，匪过境，灾过年，全靠百姓自保。我训几个民兵守自己的家，这就叫谋反。巧言令色，操练乡勇，私助火器，哪一条不是死罪？来人，拿下！既然您说我私造军器，那不妨让大人开开眼，把那门守家的家伙推出来。装的什么样子？一门破炮！大人，您带200兵来拿我，我这门炮一炮下去，您这200兵还能剩几个？你敢轰朝廷的兵，这就是谋反的铁证！谋反？我倒要问问大人，这3年，云溪县年年报饿殍遍野，朝廷年年拨30万两赈灾银，这90万两银子，有一文到过云溪百姓手里吗？我家娃读书的午饭，都是县太爷自己掏的钱。那批赈灾银的账册，您历年上报的卷宗，还有昨日我下狱那个宫里贵人的人的供词，我全留着。大人今日带兵来，不是拿我谋反，是怕我手里的东西捅到当今圣上面前，要了你们一窝人的命，对不对？90万两，3年，那一封封石沉大海的折子，那饿殍遍野的卷宗，原来从府城到京城，早被人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而我这个皇帝，竟被这张网蒙了整整3年。范伟，你以为凭一门炮就能跟整个朝廷斗？放肆！你说宫里的哪位贵人？哪来的外乡人也敢插嘴？放肆！尔等还不跪下！当今圣上御驾在此！言价，陛下今日总算是知道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押进大牢，随后再审。范伟，见过陛下。大胆！见了圣驾，为何不跪？回公公，我大禁律，身有功名者面君可不跪。再说，陛下今日是来认人的，不是来受跪的。都起来吧。范伟，陪朕走走。请。陛下既想知道我这些东西从哪儿来，这一处陛下该看看。啊！这是琉璃，这叫玻璃。这镜子10文钱一面，我云溪县家家都有，而陛下是头一回看清自己的脸了。范伟，你这一身的本事，制盐、制糖、玻璃、火炮，亩产1000斤，3年无益。陛下，我不是什么神圣，我只是知道一件事：百姓要的从来不多，一口干净水，一斤吃得起的盐，一亩能吃饱的地，一个不被人偷的家，这些本就该是他们的，是被人一层层抢走了。我没本事，我只是把抢走的还回去而已。陛下，那个下在牢里的宫里贵人的人，奴才方才去看过了，他招了。招了什么？是太子殿下。太子，太子，陛下，此事干系太大，奴才也不敢信啊！
会不会是那狗腿子潘武楚军想脱罪？刘福，奴才在。朕若现在就拍案而起，回京拿人，太子党羽遍布朝野，他只需一句父皇被妖人蛊惑，那狗腿子的供词、知府的账册、历年卷宗一样不漏，由范伟封档，暗卫贴身押运回京。在朕拿到铁证之前，谁也不许声张。是。范伟，朕心里乱，陪朕再走走。老板，你这摊子一年给官府交多少税？税啊，30取1，再没别的了。30取1，没有别的苛捐杂税？啥钱？客官，你哪个山沟里来的？还过路钱？走路还要给钱？哪个挨千刀的想出来的？那官府税收这么少，够用吗？够用的很。我们县太爷会赚钱啊，盐坊、糖坊、玻璃坊，哪个不挣大钱？官府的钱从作坊里来，不从我们老百姓兜里掏。我听说啊，外头别的地方那官府狠着呢，种地交银，买盐交银，过桥交银，连家里多生个娃都要交银。把老百姓不当人看。客官，你穿得这么体面，是京城来的吧？哎呦，那你可遭老罪了。听说京城天子脚下，税最重，老百姓最苦。皇帝住金銮殿，底下人一层层扒皮。可怜啊可怜。上位20年，我自以为对得起民众，今日才知道，我连一个卖包子老百姓的活得明白。陛下肯吃这口百姓的包子，肯说这句话，已经比朝堂上那满身珠子的强多了。走，继续带我参观一下这个县城。请。这是何物？叔叔，这是99乘法表呀。乘法？就是算账用的。我们县太爷说了，不会算数，长大了要被人坑。叔叔，你会背99乘法表吗？不会。这么简单都不会，叔叔你好笨呀。我们县太爷说了，不会算数的人长大了找不到好活干，还会被坏人骗钱。叔叔确实笨，叔叔回去一定好好学。这就对了，知错能改，还是好叔叔。刘福，奴才在。派人去府城，朕要知道那位巡抚对云溪县的事到底知道多少。是。陛下，说，衙门里云溪县的卷宗3年来从未更改，上头白纸黑字，仍写着云溪地说民品，恶嫖载盗。那巡抚不仅一无所知，半月前还刚向户部递了今年的折子，为云溪县再请赈灾银30万两。好一个一无所知。知府勾结太子中饱私囊，巡抚尸位3餐，连治下最富的县富成什么样都不知道，还年替人伸手要银子。朕的封疆大吏，朕的满朝文武，竟无一人知道在这大境境内有这么一座云溪县。京城那些人不是不知道云溪能让百姓吃饱，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百姓吃不吃得饱。百姓越穷，他们越好伸手。云溪富了，断了他们的财路，他们恨不得把它从地图上抹掉。我把云溪治成这样，在他们眼里不是功劳，是死罪。陛下，京城800里加急！太子以陛下微服多日，音讯全无，
恐遭妖人挟持为由，已在京中行监国之事，百官已有大半向东宫称臣。行监国之事，百官大半向东宫称臣，好得很。朕还没死，他就急着坐龙椅了。陛下，咱们快回京啊！您一露面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回京，太子只需在半烙设一符，再放出风声，陛下已被妖人所害。朕死在路上，是妖人干的；朕活着回去，是被妖人挟持的假货。他要的，从头到尾，就是朕回不去。陛下，既然回京是死局，那就别回去了，让京城来云姬。你说什么？凭一个县，跟整个朝廷跟太子的大军斗？万大人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陛下，跟我来，我这个县令的家底您还没见全。好。放！装弹，再放！这火枪能连发，装弹这么快？我改了定装弹，一个熟练兵一息一发，300杆就是一息300发。陛下，朝廷的神机营能做到吗？昨日陛下见过的那门是最小的。这是何物？地雷，埋进土里，人马一踩，当场炸开。一片雷区，能让1万骑兵变成1万具尸体。你私藏这等军械，按律该满门抄斩。陛下要治，随时治。可陛下不妨先想想，3年前，朝廷把云溪一笔勾掉，匪患来了没人管，灾荒来了没人管。我不造这些，云溪百姓早被流匪屠了10回。这些东西不是用来反陛下的，是用来让百姓不再任人宰割的。好，朕这趟本是来问罪地方官的，如今看来，该问罪的在京城。范伟，朕问你一句，太子若发兵来犯，你这云姬县守得住吗？报！东南30里发现大军，打着东宫旗号，号称5万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范伟，走，让我看看你这县的兵力是否如你说话那样。迎驾，5万大军迎一个微服的皇帝，这城墙也是水泥浇的。陛下，这墙3尺厚，整个一块，撞断了车，墙上连个白印都留不下。奉太子监国令，陛下遭妖人范伟挟持，本将奉命迎驾，交出妖人。城上的人听着，速速打开城门，交出陛下与逆贼范伟。放肆！朕好端端站在这里，何来被挟持一说？尔等休想拿一个假货诓骗本将！弟兄们，攻城，活捉妖人，救出真正的陛下！好一个真正的陛下！朕站在这儿，他偏说朕是假的。太子这是铁了心要朕死在这城下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囫囵回去。传令，炮队放！炮队放！火枪营自由射击！这是什么妖法？撤！快撤！阴兵交换他刀！好了！逆贼！尔等竟敢炮轰王师，这是诛九族的死罪！放屁！我们守的是当今圣上，
你们打着太子的旗号炮轰圣驾，是真的，陛下，你们才是诛九族的反贼。现在知道了，晚了。传朕口谕，把这降将连同他亲眼所见的一切放回京城。朕要太子亲耳听他说，朕还活着。朕的云溪县一炮未损，而他的5万大军全军覆没。范伟，造这些东西，养着300兵修这座水泥城，要花多少钱？不少。那钱从哪儿来？朝廷3年没给过云溪1文，你一个穷县令哪来这么多银子？陛下随我来。先生，陛下想知道咱们云溪1年挣多少？哪年？去年还是前年？去年。去年啊，不多，刨去成本工钱，给百姓的补贴，净挣420万两。420万两？怎么可能？一个县挣这么多？客官没见识吧？我们的盐、糖、玻璃、肥皂、镜子早就卖出云溪了，周边10几个州县都在用我们的货，便宜又好，就连京城那些王公贵胄家里用的玻璃镜、雪花糖，十有八九都是从我们云溪贩过去的，只不过经了几道手，到京城就翻了几10倍价钱。客官，你脸色不太好啊？怎么，你也想跟我们做盐糖生意？算了吧，我们这生意入伙起步10万两。看你这样子，虽说穿得体面，怕是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银，别勉强，做不起的。范伟，你有富可敌国的钱，有横扫千军的兵，你若想反，这天下你3年前就能取了，你为何还守着一个小小的县令？陛下，钱和兵于我不是用来夺天下的，是用来护着这条街上的人不被夺走的。我要的从来不是龙椅，是这条街10年、100年都这么太太平平。报，陛下，京城传来消息，那降将回京一说，满朝哗然。原先倒向东宫的官员有大半连夜改了口风，巡抚、临县县令，还有一干牵涉赈灾银的官员，自知瞒不住了，正连夜赶来云溪，要向陛下请罪面圣。来得正好，朕正要跟他们算算这3年的总账。巡抚，臣在。朕问你，云溪县这3年什么光景？回陛下，云溪地劣民贫，饿殍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420万两！这个恶又遍野的县，去年挣了420万两。臣只是按往年卷宗照例上报，臣冤枉啊，陛下！起奏！我认得你，你就是那个年年坐着大轿来我们县巡查的巡抚。你每回来就在县城转一圈，茶都不喝一口就走，连地里长什么都没看过。回去就报我们饿殍边面野，我们云溪根本不要你的赈灾银。那银子是朝廷的，是天下百姓的血汗。你年年替我们伸手要，那钱你给过我们1文吗？还给我们！把你这3年贪的1文1文都给我吐出来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百姓别扯出一抹鸡蛋人，清醒！
他们只知道把百姓的血汗变成账面上的数字，变成升官的台阶，变成中饱私囊的由头。巡抚渎职纵贪，蒙蔽圣听，革职下狱，抄家追赃，知府勾结楚军，贪墨赈灾，撕调兵马，围杀忠良，凌迟问斩。其余各县，凡瞒报、贪墨者，一律严查，绝不姑息。90万两赈灾银，连本带利从他们家产里追出来，一文不少，还给云溪的百姓。范伟，这些贪官，朕一日就能清完。可朕这大境，千千万万个昭县，还有多少个瞒报的巡抚，多少个贪墨的知府，朕清得完吗？陛下，贪官从来杀不完，因为让他们能贪的不是他们的心，是这套让百姓只能任人宰割的法子。陛下要治的从来不是几个贪官，是这天下运转了千百年的旧规矩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先把这群蛀虫揪出来。范伟，你明天跟着朕一起回京，我要还你们一个公道。好，谢陛下。父皇，儿臣一时糊涂，是奸人挑唆。奸人？你贪墨赈灾银，买通巡抚知府，瞒报卷宗，偷范伟的方子，烧他的孤房，最后发5万大军来杀你的父皇。这一桩桩是奸人替你做的。你知道朕最寒心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想夺朕的位，是你明明知道云溪那套法子能让千万百姓吃饱穿暖，你不但不上报，反而要烧了他，还想杀了范伟。在你眼里，百姓的命还不如你账上的几10万两银子。你这样的人，就算坐上龙椅，也只会让这天下烂得更快。圈禁宗人府，终身不能出来。范伟，朕欲拜你为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朕把这大晋的国政交于你手，你想推的法子，无人敢拦。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谢恩，但臣不愿入京为相。为何？以你之才，屈居一个小小县令，岂不可惜？陛下，在臣看来，让一个县的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亲眼看着他们顿顿吃饱，夜不闭户，孩子都能读书，这比当丞相有意义得多。丞相高高在上，看的是奏折上的数字；臣守着云溪，看的是一张张活生生的笑脸。再说了，京城这庙堂里庸臣那么多，臣去了，跟那群只会争权夺利，连1斤盐多少钱都不知道的人同朝为伍，臣怕臣迟早被他们气死，还不如回我的云溪种我的地。好一个怕被气死！明日你别急着回云溪，朕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好，能和圣上聊心事，那是我的荣幸。那我们明天见。范伟，朕今日不是以皇帝的身份跟你说话，朕是一个管不好这个家的家主的身份。朕的大境有3000万百姓，这3000万人里10个有9个
一辈子没吃过一口干净的盐，没喝过一口干净的水。一场旱灾，饿殍千里；一场时疫，十室九空。朕坐在这金銮殿上20年，自以为勤政，直到去了你的云溪，朕才知道，朕治下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而百姓本可以。过上什么日子？陛下，君不拜臣，这折煞臣了。朕拜的不是你，朕拜的是云溪那3000万百姓本该有的日子。范伟，朕不留你当丞相，不要你争权，朕只求你一件事，把你云溪的那套法子，制盐、制糖、化肥、良种、水利、肥皂、火器交给天下，让朕的3000万百姓都能像云溪人一样，吃饱饭，喝清水，活得像个人。朕求你了。陛下，臣可以教，但臣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新政推行，以民为先。谁敢借新政盘剥百姓，无论官职大小，杀无赦。准。第二，盐、糖、铁、官营平价授予百姓。准。第三，事成之后，放臣回云溪。臣不要官，不要爵，只要守着臣那一个县。准，朕全准。盐铁官营，推广化肥良种，兴修水利，广建蒙学义医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盐铁官营断的是天下盐商的活路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盐铁官营断的是天下盐商的活路。化肥良种所未闻，谁来担责？对，要严复受罚。诸位大人反对，臣懂。因为这新政断的是诸位的财路。平价授盐，诸位囤着的私盐就成了一堆废货。诸位口口声声动摇国本，在诸位眼里，国本是你们的荣华富贵，而百姓的死活从来不在你们的算计里。既然诸位这么有本事，这么忧国忧民，那臣把问题摆在这儿：大晋3000万百姓吃不起盐，诸位谁能解决？年年旱涝，饿殍千里，诸位谁能解决？一场时疫，死伤无数，诸位谁能解决？谁能解决，谁站出来。臣即刻卷铺盖回云溪，把这新政拱手让贤。既然没人站出来，那么今天开始，一切按范伟说的做，如有阻挠者，一律斩。退堂。盐商的事儿报上来了，9大世家连根拔起，抄没的金银装了30辆大车，外面满朝文武都在等范大人升官呢。可范大人现在却不见踪影了。这是范大人让人送来的。新政已定，天下已安，臣请辞官，还归云溪。范大人，赶路啊！好茶。其实朕知道你留不住，这10年，朕封了你7次，你拒了7次，一字并肩王你不做，内阁首辅你不做，连个侯爷你都不肯要。朕有时候想，你到底图什么？他图什么？奶爷，陛下，云溪的稻子该插秧了。臣告退。父皇，那真的是范先生。那个让天下百姓都能吃上白米饭的范先生。
可父皇，先生这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回这里当个县令，弄一身泥种一辈子地？记着，这江山是他在泥里种出来的。做金銮殿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那个愿意蹲在田里替百姓插一辈子秧的人，你父皇这辈子只见过他一个。